子年福乖元安天后，料有4年矣。今值孟秋望日，偶得一宝物。物中俱设百样奇花异果，千般兵器，万般变化。屋内设大海，海中有灵山，烟霞照常耀，祥瑞美真熏。松竹年年秀，奇花日日新。雨如等享此，天命腾会，如何？而今观今世超微英特尔3大孤舟，众生善恶各方不一。吾有摄制真经，乃大成流畅之法，可度卡为善，鄙人不才。此次度化的法宝为1050钛、1160、1650。1660 Super、2060、2060 Super、3060、3060钛、3070、3080、3090、4060、4070、4070钛、4080、4090、580、6600、6750 GRE、7800 XT、7900 XT 叉、英特尔 A750、A770以及ARC 轻火本、主流游戏本、780M 运掌机。当然，此次设置的显卡只是一个性能区间。与之性能接近的显卡可以采用相同的设置。有人说黑猴的优化很好，也有人说很烂。说优化很好的呢，多为入门卡用户，期待值是能玩就行；而说优化差的，往往是中高端的用户。归其原因在于，如果是原生 4K 分辨率，即使是不开全景光追，4090都跑不到60帧。而之所以官方配置写了1060就能玩，在于其采用了无中生有和法天象地2大神技，同时开启了真身城和超分后，即使是入门卡也能达到不错的帧率。关键点在于超分到底糊不糊，真身城会不会影响操作延迟，不同档位的显卡如何设置才能达到画质帧数间的平衡。欲知调优会员工，需看虚幻是恶传。黑神话采用了次世代的虚幻5引擎，但为了让本世代的硬件能够正常运行，会采用一些障眼法。当家用机达不到目标帧率后，会动态降低物体的渲染精度。所以黑神话的 TSR 其实就是动态渲染等级。你会发现，只要你不动，就算降低了画质也没啥影响。而常规游戏把渲染倍率降低嘛，因为一个是动态，一个是静态。虚幻5也自带一种叫 Lumen 的光追算法，很多玩家误以为黑神话不开全景光追就是光删了，但事实上黑猴把 Lumen 光追混入了普通选项，不少游戏全景光追和光删帧数能差3到4倍，黑猴却只差50%，而全局光照这一项其实是 Lumen 光追，降低这一项帧数近乎提升了1倍。其次就是阴影，但阴影开低会非常影响画质，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开中。而毛发方面，黑猴借助的是 Maze 叠加多层，并通过噪声图达到模拟毛发的效果，好处是也不吃配置，可以无脑拉满。而黑猴其实也不怎么吃显存，6G 以上的显卡纹理也可以拉满。而特效质量，不少玩家根据 benchmark 认为无影响，但实际战斗尤其是火焰技能影响非常大。除此之外，对帧数有明显影响的还有反射和植被，其余特效均无明显的影响。而大家最关心的真身城延迟，我也进行了测试。如果是原生60帧，延迟约为27毫秒；30补到60，延迟有83毫秒；而补出来的120帧，延迟大概和原生60是一个水平。不过有一种情况就特别适合开真身城，那就是你原生帧数在45帧左右，此时开补帧，帧数会上到70上下，延迟从80降至70毫秒。如果你玩黑猴要开真身城，最理想的物理帧数范围是45到60帧，低于40呢，延迟太高；高于60，延迟和原生差不了多少。所以入门卡的设置思路就是让物理帧跑到40以上开真身城，高端卡则是规避无脑特效，换更高的动态清晰度或者是分辨率。首先是被问炸的4060，由于4060多用于游戏本，所以先来试试笔记本最主流的 2K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如果是 2K 全影式，4060仅为20帧出头。我们已知全局光和阴影最吃配置，全关呢又差点意思，所以拉至中。DLSS 质量档已经算是相对清晰，其余保留全影式，物理帧就能摸到50了，再开真身城嘛。
70帧，3倍帧数提升。你们认为画质和帧数能接受吗？当然，4060还可以更加自信，4K 来一套。可以看到原生 4K 只有10帧，但说实话 ，4K 即使是中特效加 DLSS 3性能已经很顶了，所以可以把特效调至中，纹理选影视级 ，DLSS 3设置为45%以上，45以上和以下完全是2个清晰度。这是 4K 原生影视级，这是阿里手动调参。更高阶的4060 钛6750 GRE 用户 ，4K 则可以多保留视距反射特效。稍低一阶的3060可以考虑 1080P 和 2K， 将 TSR 设置为70到80，把阴影、锯齿、全局光、反射设置为中，其余影视即可。这是3060 1080P 优化前，这是优化设置后，这是优化设置加真生成。如果你觉得 1080P 服，同样的思路还可以用于 2K。而对于1060、580这个档位嘛，咱毕竟是7年前的甜品了，目标就定为少玩 1080P 好不好呀？这是1060优化前，这是优化后。1650、1660 Super 2060均可以套用此设置。至于低于官方最低限度的1050钛，即使是 1080P 帧数也仅有个位数，全部拉最低也远达不到真生成所需的45帧，所以我们不如锁30帧，将特效降至低，材质拉至中 ，FSR 拉60，锁30帧。这是1050钛优化前，这是设置后。用1050钛的小凯认为可以接受吗？如果你的显卡性能强于4060钛6750 GRE， 那么恭喜你，几乎能不大损失画质的情况下畅玩 4K， 甚至能获得超过原生 4K 的清晰度。首先是当代卡皇4090，可能有人说啊，这还用说？但你想不想获得超过 4K 的精细度呢？假如你的显示器支持 DSR， 可以在 N 卡驱动中勾选 DLDSR。4K 显示器和电视就可以解锁 6K 甚至 8K， 只需将阴影改超高，全局光设为高 DLSS 3拉80，其余全影视。恭喜你，这是4090原生 4K 全影视。这是 6K 超彩加阿里优化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不仅帧数更高了，采样下纹理清晰度得到了质的飞跃，毛发边缘的锯齿状物也几乎消失殆尽。4090可以在 6K 超彩和 4K 全景光追任选其一，4080可以考虑 5K 超彩或者全景光追低，而3080、6800XT 3090虽说没有 DLSS 3吧，但咱的光栅性能可是没过10啊，可以不用真生成硬刚 4K。这是3080 4K 优化前，这是优化后。而光栅更强的4070钛70 Super 4K 只需要将这3项开高 ，DLSS 3拉81即可。而7900XT、XT 这种顶级光栅卡，只要不开光追，同样只需要降3项即可畅玩 4K。有小凯可能想吐槽了啊，你这
咋完全没有提 CPU 和内存呀？那笔记本怎么办呢？掌机咋办呀？哎，我只能说，黑神话是我见过的最典型的 GPU 受限型游戏了，几乎不吃内存频率，不受异核影响。硬性要求呢，只是让内存容量约占13G，实测下来，其多核优化做到了12核。如果你们还不放心，那我就用10多年前的洋垃圾组一台能畅玩黑猴的神机，你们认为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。此轮我用300元收了 X99 加 6800K 套装，168元收了584矿渣，设置就用刚才的3060那套。我们可以看到 Illuminati 大多数的场景都能跑到60到70帧，再拉低点特效，甚至2K 都有60。如果屏幕前的垃圾佬能搞一张80元的 P106， 相信400元就有可能组出一台畅玩黑猴的神机。如果你是780M 掌机，可以用以下这一套设置：25瓦下轻松上60，并且即使不开真生成，也有50帧的样子。而笔记本方面，4080、4090本可以参考我4070 Ti 的设置。4060本可以参考4060的2K 设置，非满功耗的轻薄本4060、3060本可以参考3060设置。Surface ThinkPad 这类 ARC 轻薄本可以参考780M 的设置。最近呢，有很多小可爱想让我对黑神话的优化做一个评价。怎么说呢？每一个人对于优化的理解不太一样吧。有的人认为门槛低就是优化好，有的人认为硬件利用率高就是好。如果是以硬件利用率和入门门槛来说，黑猴的多核优化直接做到了12核以上，显存要求也不离谱，甚至7年前的甜品卡和掌机在合理的设置下都能达到可玩的帧率。但如果你的标准是无脑拉满，那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显卡杀手，和当年的孤岛危机有点类似。虽然最高画质要求变态，但低画质门槛还行，引擎执行效率和硬件利用率很高，只是因为过于超前，导致整整更新了6代卡皇才将其征服。不过一些新生代玩家没有感受过被孤岛危机支配的恐惧，默认卡皇性能过剩。而黑猴的画面是否对得起次时代3个字，只用找个风景好的地方拉满，截张图，发个朋友圈说你在旅行，看看能不能骗骗周围不玩游戏的朋友。而作为数码 UP， 也本能的喜欢把价格和表现来划等号。我只能说，从我测试的这几张来看，除了地图空气墙有点多，其美术、音乐、战斗反馈带来的感受，比冲几个648和掐火锅更让我快乐。我也不希望我的一些观点成为优化香槟党和优化 BOSS 党间争论的论证，只能尽我所能，用我所知，让硬件门槛、电脑配置问题不再成为玩家体验优秀游戏的唯一障碍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啦！喜欢这期视频记得一键3连哦！如果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用的话，记得点个分享。最后祝您身体健康，再见。